1顆泡沫球裡藏着1顆白色的珍珠，和10萬顆糖豆裡藏着1顆黃色的子彈，哪個更容易找出來？他们要挑戰從4種不同的球裡大海撈針，誰先找到就能贏到1000美金。第一關是在1000萬顆泡沫球裡找1顆白色的珍珠，泡沫球填滿了整個房間，而珍珠的尺寸又很小，想要找到它比海底撈針還要難。3個大男人竟然莫名的有些興奮，躺在泡沫球裡，仿佛回到了小時候。黃毛往前一趴，找到了一張紙條，大大的插號預感很不好。他轉動轉盤，轉到了綁住雙腿15分鐘，黃毛變成了美人魚。傑克和喬治一點也不羨慕他。半個小時後，他們連珍珠的影子都沒有發現，而傑克也找到了一張紙條，還是懲罰的，蒙上眼睛5分鐘，一個是瘸子，一個是瞎子。喬治感覺機會來了，他深吸一口氣，鑽到桌子下面去尋找，但是卻找了個寂寞。傑克的懲罰時間到了，他解放了雙眼，只是消失不見的珍珠讓他和瞎子有什麼區別？主持人拿來3個容器，在裡面加入神秘的液體，當接觸到泡沫球時立馬就被溶解。30秒的時間可以讓整塊泡沫板消失嗎？誰溶解的最多就能贏到獎勵1次，失敗就會受到懲罰。他們把泡沫板掰開小塊，然後放進容器裡，一邊溶解的同時一邊往裡塞。很快30秒結束，主持人比較了一下高度，傑克溶解的最多，喬治的最少，所以他要轉動懲罰的轉盤，轉到了用膠帶綁住雙手，而且還不限時。傑克轉到了使用鼓風機1分鐘，小小的鼓風機好像起不到什麼作用，他也只能盲目的浪費時間。好在他又找到一張獎勵的紙條，使用金屬探測器1分鐘，這破機器走到哪裡想到哪裡，難道這地面也是金屬的嗎？再說和珍珠又有什麼關係？很快1分鐘結束，他們繼續用手接着尋找，泡沫球是軟的，珍珠是硬的，如果碰到或者踩到肯定會發現。喬治又找到一張紙條，使用磁鐵1分鐘，他拿着磁鐵到處去吸，這寶貴的1分鐘說啥也不能浪費。結束才發現珍珠好像不是金屬的，所謂的獎勵也不一定是獎勵。主持人提議讓他們藏在泡沫球裡，最後一個被找到就能再次轉動轉盤。黃毛和喬治戴上透氣面罩就鑽進了泡沫球裡，而傑克卻躺在了桌子上。正所謂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。果不其然，等主持人衝進來，眼睛只盯着泡沫球，很快就找到了黃毛。他檢查了每一個角落處，不小心踩到了喬治。傑克去哪了？攝影師的豬叫聲暴露了目標，藏在這裡你還真是個人才。他的獎勵是單獨尋找5分鐘，把其他2人支走以後，房子裡只剩下傑克1人了。他獨享着來之不易的空間，很快就發現1個人尋找和3個人尋找好像沒什麼關係，依然還是找不到。很快5分鐘結束，其他2人也加入了尋找，幾乎找了5個小時，僅有的耐心也快用完了。這樣的比賽看似簡單，其實很折磨人心。只有黃毛趴在那裡一動不動，他好像摸到了什麼，拿出來一看，真的是那顆珍珠，太不容易了，這麼小的珍珠竟然被他找到了，這絕對是運氣爆棚。黃毛沉浸在喜悅中，興奮不已，一切的堅持都是值得的。這一次他們在10萬顆糖豆裡放了1顆黃色的子彈，糖豆和子彈幾乎一模一樣，而且體積很小，想要找到它不亞於海底撈針。老王提議可以在裡面加入水，糖豆容易溶解，而子彈不会，只是這麼多的糖豆溶解也需要很長的時間，而且都是黃色的，一樣很難找。主持人建議他們用嘴巴去找，一口咬碎就是糖豆，硌得牙疼肯定就是子彈。這個方法通俗易懂，3個大男人秒變3隻大鳥，開啟了雞刀米模式。半個小時後，一點進展也沒有。主持人決定讓他們憑本事獲取獎勵，用手中的玩具槍擊中前面的水杯，誰打落的最多就能贏到獎勵。每個人有5顆子彈，黃毛第一個先來，瞄準目標開始射擊，槍法一點也不準，只打中了2槍。他的成績是9個水杯。輪到老王了，他的槍法很準確，第一槍就打掉了大部分的杯子，好像高興的有點太早了。接下來的4顆子彈全部打偏，老王的成績是7個杯子，而喬治不慌不忙，淡定的打了3槍，杯子紋絲不動。2位對手卻笑得眼睛都睜不開了。最後一槍終於擊中了目標，打掉了11個杯子。這一關喬治贏了，他的獎勵是單獨尋找10分鐘，其他2人只能在邊上眼巴巴地望着。這些糖豆堅硬絲滑，喬治躺在裡面得意忘形，或許玩一整天都不會夠。他扒開一顆一顆的糖豆，均勻統一的顏色實在頭暈，而那顆子彈又很相似，一個人找到天黑也找不到啊。很快10分鐘結束，繼續開始第2個挑戰，往玩具槍裡面裝子彈，誰先裝滿就能獲取一個線索。3個人同時開始把子彈擠出，然後趕緊裝，手忙腳亂，子彈還小。黃毛首先完成了任務，數了一下，1顆沒少。主持人偷偷告訴他，糖豆有些重量，而子彈很輕，只要吹上一口仙氣，飛出去的肯定就是子彈。聽起來好像不錯。黃毛掩飾住內心的小激動，若隱若現的開始嘗試，生怕被別人發現了。只是這種方法真的有效嗎？找了半天還是沒有找到。他們繼續開始第3個挑戰，蒙眼裝糖豆，不多不少，每人100顆，必須把糖豆裝進另一個杯子裡，誰裝的最多就能贏到放大鏡。
老王蒙上眼睛，主持人悄悄把水杯放到一邊。没想到老王的第六感这麼靈敏，竟然找到了水杯。他憑着記憶一顆一顆的往裡面放，雖然灑出去很多，但他的方向是對的。最後數了一下，裝了44顆糖豆。輪到喬治了，這一次杯子放得有點遠，他用糖豆聽聲辨位，希望能找到杯子。犧牲了那麼多糖豆，終於找到了，於是一鼓作氣把剩下的全部倒進杯子裡，結果一顆沒進去，他只裝了一顆糖豆。黃毛自信滿滿，只是他的運氣太差了，始終找不到杯子在哪。直到丟完了所有的糖豆，黃毛的杯子空空如也。這一關老王贏了，他拿着放大鏡開始尋找，仿佛又多了一隻眼睛，但是子彈不知道被翻去了哪裡，加上放大鏡依然找不到蹤跡。第4關挑戰是踩氣球，誰先踩完就能贏到手電筒。3個人一起開始了比賽，用力踩爆腳下的氣球，再把牆上的一扎破。喬治的速度很快，但無需發一次性擊中了白色氣球。主持人告訴他手電筒的作用，塑料子彈在光照下會發光，所以找到的幾率特別大，但是只能使用5分鐘。為了方便尋找，特意關閉了現場的燈光。喬治扒開一層一層的糖豆，在光照下顏色統一，並沒有變化。突然一個亮點出現，他緊緊捏住，終於找到了那顆子彈。多虧了手電筒的幫助，尋找了4個小時太不容易了。幸運的喬治贏得了比賽，也贏到了獎金。那麼問題來了，如果是你會用什麼方法找到它呢？聽說水晶球越多越好玩，於是他們在裡面放了一顆金豆子，誰先找到就是誰的。水晶球光滑 Q 彈，而金豆子會沉入池底隱藏起來，所以想要找到它不亞於海底撈針。3個大男人莫名有些期待，水晶球的質感可以玩上一整天，只是裡面的水溫很低，但是獎金卻很誘人。他們在裡面扒拉了半天，一點痕跡也沒有。主持人拿來3個水桶，每人選擇一種顏色的水晶球，誰先裝滿水桶就能獲取一個線索。老王選擇收集藍色的水晶球，黃毛選擇收集紅色的，而喬治很聰明，黃色的居多，一抓一大把。他們坐在一起安靜地撿小球，好像小時候撿豆子的場景。老王快人一步，首先裝滿了水桶。主持人偷偷告訴他，金豆子是黃色的。這個線索很意外，老王一轉身就分享了出去，告訴他們金豆子是綠色的。狡猾的老王也太天真了，連小孩都知道金豆子是什麼顏色，這又不是什麼機密。老王忽然覺得上當了，這主持人也太壞了。3個人繼續尋找，水晶球是軟的，金豆子是硬的，如果碰到或者踩到肯定會發現。看到他們玩得不亦樂乎，主持人忍不住跳進了圈子，他也想體驗一下尋找的樂趣，但是找了半天，金豆子的影子都沒有看見。於是開始第2個挑戰，助手把10個彈力球藏進池子裡，1分鐘的時間，誰找到的最多就能贏到獎勵。他們開啟翻找模式，彈力球比水晶球大一些，但是翻來翻去，位置來回移動，只有喬治找到了2個，其他人一無所獲。他的獎勵是一個漁網，把水晶球盛出來就能挨個篩選，只是這種方式太慢了。喬治索性把小球榨成汁，捏不動的肯定就是金豆子。主持人坐在裡面不捨離去，他不相信這樣的比賽有多難，非要加入他們一起尋找。助手送他們1人1副手銬，唯一的鑰匙就藏在水晶球裡，誰先找到就能解放雙手。被銬住的感覺太難受了，他們只能用心去找鑰匙。黃毛身材瘦小，輕易就翻轉了雙手，而喬治和主持人怎麼也翻不過來，但他竟然發現了裝鑰匙的盒子，其他人趕緊去搶。喬治緊緊抓住不願撒手，黃毛使出全力掰開他的手，一下搶走了鑰匙。黃毛解放了雙手，獲得了自由，他還贏到一個盆子。其他人只能投來羨慕的目光，雖然沒了雙手，用腳一樣可以找啊。助手為他們打開手銬，繼續開始下一個挑戰，誰先把水晶球投進前面的杯子裡就能贏到獎勵。4個人輪流去投，這樣的距離有些難度。喬治運氣很好，終於投進了一個，他的獎勵是一根管子，金屬碰到管子會發出聲音，所以很有機會找到金豆子。喬治半信半疑，一邊攪拌一邊仔細聽聲音，就這樣彎着腰尋找，而隊友卻在找機會整蠱他。喬治好不容易尋到的聲音，回頭一看竟然是人工的，但他沒有放棄，還是用同樣的方式繼續尋找。突然一個清澈響亮的聲音響起，他試了很多遍依然存在，把手伸進管子的底部，一顆閃亮的金球浮了上來，他終於找到了金豆子。將近6個小時的比賽太不容易了，恭喜喬治贏得了比賽。那麼問題來了，你覺得什麼方法能快速找到呢？這一次他們把透明的水珠放進了透明的水池裡，難度升級也預示着更加好玩。偌大的泳池水很深，海珠子一點痕跡也沒有，想要找到它簡直難如登天，看是看不見了，他們只能靠着觸感去尋找。半個小時後，3個人沒有任何收穫。主持人拿來一個防水眼鏡，誰能在水下憋氣的時間最長就能得到它。3個人一起沉入水中，努力地堅持着，多一個輔助工具就多一分希望。老王堅持了35秒，阿偉堅持了44秒。這一關喬治贏了，他拿到了防水眼鏡，有了他的輔助再也不會擔心眼睛進水了。主持人拿來3盒乒乓球，讓他們依次放進水下的網兜裡，一次只能拿1個球。
誰先完成就能贏到新工具。三個人一起拿球，然後潛入水下尋找網兜，距離並不遠，他們必須來回循環把小球全部放進去。阿偉很快就找到了技巧，左邊2步拿小球，右邊2步放網兜，很快他就完成了任務。這一關阿偉贏了，他的工具是潛水面罩，有了他的加持，再也不用擔心腦子進水了。但是海珠子不但體積小，還會隱身，就算孫悟空的火眼金睛也不一定能找到。主持人下水試了下，確實毫無頭緒。他提議開始第3個挑戰，讓他們比賽游泳，誰能快速返回就能拿到新工具。3個人瘋了一樣衝出去，快速游到對岸開始返回。阿偉和喬治緊緊相連，但還是阿偉首先碰到了岸邊。第3關還是阿偉贏了，他的工具是一對腳蹼，穿上之後就像魚兒一樣身體靈活，再也不用擔心會被淹死了。接着開始第4個挑戰，讓他們在水下灌籃，誰能投進就能獲得新工具。小籃球輕飄飄的，扔出去就會浮在上面，正常人應該投不進吧。他們輪流試了好多次都沒有成功。老王這次運氣很好，竟然投進了，他終於贏了一次。新工具是一個漁網，只要在水中網來網去，很有可能會網到海珠子。歷經了3個多小時，身體沒有泡發，他們到累壞了。老王索性躺在地上一動不動，無奈放棄了挑戰。阿偉和喬治還在繼續尋找，只要他還在泳池中就不會放棄。阿偉窩在角落裡好久沒有動彈，好像發現了什麼東西，他竟然找到了失蹤的海珠子，太不容易了，肯定是阿偉的堅持感動了他。主持人發現尺寸好像變小了，但他沒有懷疑，還是把獎金給了阿偉。那麼問題來了，如果是你會用什麼方法找到它呢？500斤的糖果中藏着一顆大鑽石，只要在1小时之內找到它，就能把鑽石帶回家。使用的工具只有一把凿子，3個人輪流去開大糖果，把掉落的渣渣裝進木匣子裡，每次裝滿都會獲得新工具。1個人負責砸，2個人負責撿，很快木匣子就裝滿了一半。主持人拿來一把小刀，而他們卻想要展櫃裡的大刀。主持人告訴他們，打開更多的糖果你才會得到它，他們只能繼續開採。時間過去了5分鐘，這麼大的糖果幾乎沒有縮小，但是嘎嘣脆的渣渣一直在掉落，他們不停地收集，眼看就要裝滿了。老王趕緊再添一塊。這次的工具有2個選擇，一邊是3把錘子，一邊是1把榔頭。他們果斷選擇了3把錘子，拿到手裡才發現竟然是橡膠錘，砸在糖果上就像在按摩。3個人朝着同一個目標發力，結果也是一樣的白搭。而主持人卻把木匣子換成了新的，洞口也变成了小的，大塊的糖果是進不去了，他們只能砸得碎一些。小黑砸碎糖果，老王和大壯2人往裡面裝，橡膠錘子幾乎一點作用也沒有，他們只能撿一些地上的渣渣，東拼西湊，終於把木匣子裝滿了。這次的新工具是1把榔頭，鐵榔頭果然很好使，差一點把撿糖果的小黑砸懵了，估計是他太黑了，大壯還以為是巧克力呢。時間過去了15分鐘，大糖果的邊緣被砸開了很多，他們又裝滿了一個木匣子，新工具就藏在保險箱裡，想拿到只能去開保險箱。鐵質的大門非常結實，他們使勁砸都砸不開。大壯很快想到，可以用榔頭的羊角撬開鐵皮，周圍的釘子釘得很結實。大壯別開上下幾顆釘子，把鐵皮砸扁，裡面是一層木板，還好不是很厚。大壯很快就砸開一個洞口，老王的小手伸進去，拿出來一個鐵疙瘩，不知道叫什麼名字，砸在糖果上還挺好使，碎塊嘩嘩的往下掉，必須加工碎一些才能裝進木匣子裡。時間還剩下30分鐘，大糖果被砸開了1/5。等木匣子裝滿，主持人又拿來了新工具，糖果做的手套。用糖果砸糖果，你是在比誰更甜吗？家伙看着是很大，卻起不到什麼作用，很輕易就被用壞了。而主持人卻一點也不心疼，看來他是故意拖延時間。但是靠着撿地上的碎屑，他們再次裝滿了木匣子。新工具是一個棒球棍，大壯只砸了一下，雙手就被震得發麻。老王接過來繼續砸，大壯只能去裝木匣子。3個人的完美合作，很快又裝滿了木匣子。這次的工具是1把镐頭，用來開採糖果特別好使。時間還剩下20分鐘，大壯和小黑輪流去砸，老王馬不停蹄地收集碎屑。時間已經不多了，他希望可以拿到更厲害的工具。只剩下15分鐘了，木匣子再次裝滿，主持人拿來了雷神的錘子，大壯竟然拿不动，老王很輕易就舉了起來。怎麼還挑人呢？原來錘子是假的。接下來主持人讓他們自己選工具，小木牌滾到哪裡就選哪個。老王的運氣不太好，他選到了橡膠錘，小黑選到了大錘子，大壯選到了鐵疙瘩。老王決定收集碎屑，讓小黑和大壯2人砸糖果。時間在1分1秒的消失，小黑使出了全力，糖果被砸開了一半，老王也裝滿了木匣子，工具立馬升級了。他戴上頭盔，揮舞着手中的大斧子，一邊錘子一邊斧子。大壯顯得格格不入，老王見狀直接砸開了展櫃，拿出裡面的雙刀。大壯又恢復了自信，地上掉落的糖果越來越多。3個人一起去裝木匣子，果然人多力量大，他們很快就裝滿了。
這次的工具是一把大镐頭，拿到了趁手的工具，大壯更加賣力了。但是时间只剩下2分鐘了，糖果被砸開了一大半，還沒有找到鑽石，他們能挑戰成功嗎？3個人輪流去砸，一刻也沒有停歇。時間只剩下1分鐘了，大壯的镐頭垂直往下砸，只聽見嘣的一聲，他砸到了玻璃蓋子，掀開一看，露出了裡面的大鑽石。他們挑戰成功了，找到了大鑽石，3個人將一起平分獎勵。那麼問題來了，你覺得什麼工具才能快速打開呢？500斤的冰山裡藏着一輛紅色的跑車，誰先找到它，就能開走這輛帥氣的蘭博基尼。比賽還沒有開始，他們已經等不及了。如果錯過了這輛跑車，肯定會後悔一輩子。而紅毛卻表示，贏不到這輛車就要把頭髮染成綠色。使用的工具每人一把鏟刀，凿開上面的冰塊就能升級工具。2支隊伍既緊張又激動，冰塊很容易破裂，但是对方的速度一直在超越。主持人擔心到處飛的冰塊傷到蘭博，於是在車的兩邊架起了屏障，他們可以毫無顧慮，盡情釋放全身的能量了。大壯選擇在中間鑿出一條裂縫，每次掉落都是一大塊，而藍隊選擇一點一點的吃掉它。紅隊進步很快，眼看就要拿到第一層的綠牌，藍隊只好效仿他們，鑿開一大塊冰，幸運地找到了升級工具的綠牌。新工具是一把锯子和棒球棍，小黑的力氣很大，不停地砸向冰山，第2層也被砸開了一半。而大壯這邊剛剛拿到綠牌，他不相信有人比他力氣還大。2個男人無意間激發了鬥志，看來大壯這次遇到了對手。你們覺得誰的力氣更大呢？主持人嚇得不敢靠近，很怕會傷到自己。紅毛也想加入勇士的隊伍，卻被棒球棍震得小手發麻。小黑嘲笑他只配做一只卡拉咪，你看不起誰呢？尷尬的紅毛再次拿起了工具，大壯讓他躲一邊去，他要釋放男人的力量。10厘米厚的冰塊被他一棒打碎，眼看第2層就要瓦解，而藍隊還在小雞刀米。當看到紅隊的進步時，小黑也坐不住了，搶過棒球棍使勁砸向冰塊。他可不想認輸，但還是紅隊先一步找到了黃牌，升級了工具。下面的幾層被鋼化玻璃緊緊包圍，所以只能一點點砸碎，再用手挖出碎渣。挑戰變得有些困難。這時藍隊也拿到了新工具，又仿佛回到了起點。怎樣才能快速打碎這些被包圍的冰塊呢？主持人拿來一個轉盤，可能會轉到獎勵或懲罰。小黑果斷選擇賭一把，結果很幸運，轉到了神秘人的幫助。但只有2分鐘，4個人瘋狂砸冰塊，濺起來的渣渣就像暴風雪。2個神秘人特別賣力，其中1人竟然拿來了電鋸，準備鋸開這座厚厚的冰山。而主持人卻通知時間已到，讓他們趕緊離開。輪到紅隊了，他們轉到了關燈5分鐘，但只有1盞頭燈。好奇怪，你買得起蘭博基尼，卻買不起2盞頭燈。主持人也只好坦白，把所有的獎金都給了你們，窮得連襪子都買不起了。還好冰塊在夜晚會發光，並沒有影響他們。5分鐘已過，燈光再次點亮，才發現紅隊比藍隊快了一點。藍隊只好走捷徑，把中間的冰塊挖出來。首先拿到了升級工具的橙色牌子，主持人感到很驚訝，認為他們在作弊。但是你只說拿到牌子換工具，並沒有其他條件啊！主持人啞口無言，只好交出了新工具。大斧子和鐵球果然好用，藍隊不但有力氣，竟然還有腦子。再看紅隊在幹嘛，大壯忍不住秀起了2頭肌，反應過來又繼續挖冰塊。他們終於拿到了橙色牌子，已經打開了70%的冰山。而藍隊好像進步了，又好像沒進步，上一層的冰塊還沒有完全打開。比賽進行得如火如荼，看一眼蘭博基尼，就算再累也不能停下，你永遠無法預知對手的力量。老王直接站上去砸冰塊，還是選擇先找到中間的牌子。而大壯那邊轉動轉盤，竟然拿到了噴火器。紅毛融化冰塊，大壯繼續發力，2支隊伍幾乎同一時間拿到了紅牌，一起升級了工具。大壯認為裡面的冰塊太難挖，於是準備打開外面的鋼化玻璃。而藍隊轉動轉盤，竟然轉到了凍結對方5分鐘。紅隊瞬間變成了雕像，藍隊抓住機會趕緊趕超。他們還是一樣的思路，只砸中間的冰塊，或許車子就藏在正下方。大壯終於被解凍了，拿起大錘子繼續攻擊鋼化玻璃，很快就出現了鬆動。打開這圈保護層，裡面的冰塊就容易多了。紅毛立功心切，搶過斧子繼續砸。而藍隊好像發現了什麼，用手挖出裡面的碎渣渣，看到了紅色的跑車，2個人合力挖了出来，搶先一步贏得了比賽。而大壯只晚了幾秒，他也拿到了車子的殘骸。不容置疑，恭喜藍隊贏到了蘭博基尼。那麼問題來了，你覺得大壯他們輸在了哪呢？3噸的混凝土裡有一把宝劍，誰先拿到它就有100萬獎金。混凝土的碎片依次裝滿4個容器，就會解鎖對應的工具。主持人試着拔了一下，根本拔不動。這把劍的長度已經達到混凝土的底端，想要拿到它確實很難。但是想想那100萬獎金，3個人都充滿了力量。看到大壯那一身腱子肉，老王和4眼決定成為合夥人。第一個容器是個瓶蓋，開局的工具每人一把小刀，只要裝滿瓶蓋就可以解鎖新的工具。4
四眼在邊上砍來砍去，也只是得到了一些灰塵。大壯用刀尖先撬掉凸出來的部分，然後再去刮邊緣稜角。沒想到最先裝滿瓶蓋的是老王，原來他用刀柄撞擊石塊的邊緣，掉下來的小石子很快裝滿了瓶蓋，隨後又跑到四眼那裡去幫忙。這時大壯也裝滿了瓶蓋，解鎖了新工具的同時，還有了新的容器。新工具是一個棒球棍，大壯拿着它使勁砸向石塊，試了幾次，卻只砸掉一個缺口，然後繼續發力。容器裝了一大半，可棒球棍已經損壞了。大壯找來了一把鏟子，繼續收集碎塊。這邊四眼也裝滿了小瓶蓋，兩個人解鎖了新工具，是一把長刀和鏟子。老王用長刀使勁敲擊着石塊，四眼那邊用鏟子已經裝滿了容器，也不知道他是怎麼做到的。一個激动竟然打翻了容器，然後趕緊撿起來，接着幫老王也裝滿了容器。他們同時解鎖了新容器和工具。再看大壯那邊，大斧子已經用上了，渾身的腱子肉都在顫抖。那小水桶已經裝了一半，四眼表示他也太快了，果然大力出奇迹，眼看那水桶就要裝滿，兩個人也趕緊加入了戰鬥。他們輪流在石塊上敲打，很快四眼的水桶裝滿了，緊接着要去敲打老王的石塊。兩個人同時敲打石塊，很快老王的水桶也裝滿了。可是兩個人的力氣哪有一個人的大？大壯這邊好像永遠比他們快一步。在解鎖了新的容器和工具後，仍繼續敲打着石塊。不過這一輪的工具好像並不結實，只用了幾下，大壯就用壞了。這時主持人拿來了大錘子，讓大壯試試。但是四眼卻說，為什麼他有大錘子？主持人很無奈，說他用完你們也可以用。大錘子的威力確實不錯，一巴使下去，碎片到處飛。照這樣下去，大容器也會很快裝滿。輪到四眼用錘子了，他也學着大壯使勁砸向石塊，果然錘掉了很多。那邊老王用鐵棍豎着砸石塊，效果也不錯。兩個人很快就裝滿了一個大容器，不過另一個容器也得裝滿，但是大壯速度更快，人家已經装滿了容器。解鎖了最後的工具電鑽，有了這個神器，看來答案馬上就要揭曉。介於四眼他們也完成了大容器，所以每隊有1分鐘使用電鑽的時間。大壯在使用電鑽的同時，四眼和老王兩人也沒有停歇。比賽到了關鍵時刻，兩個人也着急了。很快輪到四眼他們用電鑽了，兩個人配合着使用電鑽，很快宝劍已經露出了很多。只見老王使勁一拔，就拔出來了那把宝劍。但是別高興太早，因為他們是合夥人，必須拔出老王那把才算他們贏。很快輪到大壯使用電鑽了，他只在寶劍的旁邊使勁鑽，不一會大壯就拔出了那把寶劍。恭喜大壯最後贏得了100萬獎金。下一個100萬挑戰，瘋狂旋轉門。3噸的混凝土裡有一輛綠色的拖拉機，誰先拿到它就能把它開回家。Lambo， 這麼好聽的名字，3個人都很有信心得到它。開局的工具是一把榔頭，只要裝滿這個綠色的水杯，就能解鎖新的容器和新工具。介於2個人的力氣沒有1個人的大，所以四眼和老王2人一隊，大壯自己一隊。3個人的小榔頭一下也沒有停，但是2個榔頭還是比1個榔頭敲得快。四眼和老王首先裝滿了水杯，解鎖了新容器和一把镐头。那邊大壯也很快就追了上來。很明顯這次的混凝土很結實，镐頭砸在上面幾乎沒有掉下石塊，所以主持人讓他們石頭剪刀布，贏的人可以獲得隨機的獎勵。很幸運，四眼贏了，他得到了一把錘子。那大錘子果然好使，一下就砸下來一大塊。四眼和老王2人輪流使用，很快就裝滿了小桶，解鎖了新容器，一把斧子。大壯那邊很努力，一下也沒有停，眼看那小桶快要裝滿。這時老王跑過來說要幫忙，你這是跟我倆鬧呢嗎？我頭上掉的頭皮屑也比你那幾顆灰塵多呀。大壯很快裝滿了小桶，解鎖了新容器和新工具。儘管四眼和老王那邊速度快一些，但是大壯并不服氣，他有的是力氣，每一斧子下去都会有石塊掉落。經過了7:49秒，兩隊的進度幾乎差不多。這時主持人讓他們開始第2個挑戰，在拖拉機上有一個紅色的貼紙，誰先找到它就能贏得隨機的獎勵。3個人趕緊圍上去找了起來，在拖拉機的四周和車裡面都找了一遍，還是沒有找到貼紙，來來回回找了不下10遍。主持人告訴他們就在汽車的前面。話音剛落就被大壯找到了。大壯的獎勵就是得到主持人阿偉的幫助。阿偉拿着大錘子就開始砸石塊，雖然掉下來很多，但是他的力氣也很快用完，又把錘子交給了大壯。那一錘子下去，石塊到處飛。不得不說，有了錘子的大壯才是完整的。很快他就裝滿了容器，解鎖了新容器和一把鐵斧子。領先一步的大壯更加賣力了。再看四眼和老王那邊，一下也沒有停，一個人在上面砸，一個人在下面撿，再順道撿一些大壯不要的石塊，也很快裝滿了容器。他們也解鎖了新工具，接着開始第3個挑戰。這些氣球裡面有一把拖拉機的鑰匙，誰先找到就贏得隨機的獎勵。3個人開始瘋狂擠爆氣球，
四眼拿到了鑰匙，他们得到了一张冻結卡，大壯必須凍結5分鐘。看到機會來了，四眼和老王兩人瘋的一樣砸石塊，一下也沒有停。他們很快裝滿了容器，解鎖了新工具電鑽。四眼在使用電鑽的同時，大壯也解凍了。休息了5分鐘，大壯的力氣恢復，他也很快解鎖了電鑽。兩支隊伍都有了電鑽，看來勝負很快知曉。他們在電動工具的加持下更加的賣力，小石塊也嘩嘩的往下掉。很快大壯那邊的玩具車頭露了出來，他又鑽了一回，就拿到了那輛玩具車。恭喜他也贏得了真正的拖拉機。大壯露出了迷人的微笑。如果是你，你會為這個拖拉機如此賣力嗎？3噸的混凝土裡困着2個強壯的男人，誰先逃出去就能贏得1萬美金。開局的工具只有一把小鏟刀，而混凝土石塊堅硬無比。強壯的大壯信心滿滿，對付混凝土他有的是力氣。巧克力小黑也不示弱，我可是吃土長大的。2個男人虎視眈眈，誰會逃出困境贏得比賽呢？靠譜的豬隊友負責收集掉落的碎渣，裝滿容器就能升級工具。他們能鏟掉的也只有邊上的稜角，再加上地上撿的。大壯首先装滿了容器，雖然升級了工具，隊友卻被蒙上了眼睛，只有填滿木匣子才能摘掉頭套。小紅只能閉着眼睛亂砸，然後摸蝦撿碎渣。還好在大壯的指揮下沒有犯病，撿來的碎渣成功放進了木匣子裡。小黑那邊也拿到了新工具，老王看不見路，迷失了方向。小黑好不容易把它換來，卻把碎渣放進了紅隊的容器裡，不知道他是單純的豬隊友還是對方的叛徒。主持人降低了難度，裝滿1半的容器就能摘掉頭套。這塊混凝土凝固得很結實，每次只能敲下來一點點。好不容易收集一大把，又被老王裝了個寂寞。紅隊2人配合得很默契，已經遠遠超過了藍隊。而老王終於找到了洞口，開始收集碎塊。小紅首先裝滿了1半的容器，摘下了黑壓壓的頭套，能看見的感覺太好了。主持人又把洞口縮小了1半，但是並不影響他們的速度，能敲落的石塊本身就很小。藍隊也慢慢趕了上來，恢復光明的老王努力追趕，還是紅隊快了一步。再次升級了工具，一人一把镐头砸得很起勁。這次要收集120磅的石塊才能解鎖新工具。藍隊那邊終於裝滿了木匣子，也拿到了新工具。只要你不放棄，任何時候都有機會。主持人拿來一個幸運轉盤，可能會轉到獎勵或懲罰。2個人截然不同，老王轉到了綁住雙手5分鐘，而小紅轉到了神秘人的幫助，一邊難受的要死，一邊開心的起飛。這種反差太打擊人了。還好5分鐘時間已過，藍隊恢復了自由。老王再次轉動轉盤，這次轉到了2把小錘子，小紅轉到了1把大錘子。混凝土石塊相當公平，不管大的小的都沒有討到好處。老王終於硬氣了一回，這次他轉到了大錘子。紅隊轉到了綁住雙手5分鐘，大壯好像不太配合，必須給他扎2根。藍隊覺得機會來了，2個人輪流使用大錘子，幾乎就要追上了。紅隊再次轉動轉盤，依然還是懲罰的，繼續靜止5分鐘。他們只能看着藍隊發力而無能為力。藍隊很快收集了90磅的石塊，紅隊終於恢復了自由，而且還轉到了大錘子。這時突然停電了，但是並沒有耽誤小紅的發揮，一錘子就砸掉了一大塊。主持人很驚訝，停電都沒能阻止他，加上之前的碎塊，紅隊終於達到了120磅，拿到了新工具電鑽。有了電動的加持，好像一切變得簡單了。而藍隊也完成了任務，2個電鑽爭分奪秒，不知道誰能快一步打開混凝土石塊。這一刻他們仿佛合體了，都向着最後的成功努力。紅隊那邊已經出現了大裂縫，小紅朝着裂縫繼續施壓，然後用力一推，整塊混凝土被完全脫落。大壯徒手撕開困住他的木板，終於逃出來獲得了自由。而藍隊還沒有打開石塊，恭喜紅隊贏得了比賽，而小黑就要留在這裡過夜了。3噸的混凝土裡有一根大金條，誰先拿到就是誰的，上面還鑲嵌着很多小金塊，挖到一定重量的金塊就能解鎖對應的工具。大壯決定自己開採一塊混凝土，四眼和老王合用一塊，但是他們的成績是分開的。開局的工具是一把小錘子，他們趕緊去挖金塊。大壯很自信，儘管錘子是壞的，鞋帶是開的，想贏他們還不是輕而易舉。每拿到一些小金塊都要去主持人那裡稱重量。比賽緊張地進行着，大壯首先挖到了50克，他選擇了一把斧子。工具升級，大壯更有勁了。四眼試圖阻止他，但是好像並沒有用。他又挖到了35克，四眼和老王只能加快速度。很快四眼也挖到了50克，他選擇了鐵球。你還別說，鐵球還挺好用。老王也緊隨其後，他也選擇了鐵球。但是混凝土太硬了，鐵球真的好使嗎？旁邊的大壯已經挖到了100克，又解鎖了新工具，是一把镐頭。大壯左手斧子，右手镐頭，砸得不亦樂乎。後面的四眼也拿到了新工具，一把镐頭，但是還是大壯快了一步，解鎖了新工具，一把大錘子。四眼也緊隨其後，這次他選擇了一把大镐頭。大壯有了錘子，四眼有了镐頭，兩個人開始較勁，快速收集着小金塊。到底誰才會解鎖電鑽呢？再看老王這邊，
明顯慢了一步。剛剛解鎖了大錘子，這時主持人提出，再加上20克的小金塊，就能換一把更重的錘子。大壯果斷更換了錘子，然後用力地砸向混凝土，很快拿到了170克的金塊，距離解鎖電鑽還差一點點。沒想到四眼搶先一步，挖到了200克的金塊，解鎖了電鑽。有了電動工具的加持，四眼的速度更快了。這邊的大壯也解鎖了電鑽，雖然有的是力氣，他也不敢放鬆。只見混凝土石塊一直在掉落，很快就看到了中間的木盒子。大壯用鎬頭繼續挖，終於拿到了裡面的大金條。果然2個人的力氣沒有1個人的大，恭喜大壯贏得了比賽，也拿到了大金條。那麼問題來了，你覺得這個金條值多少錢呢？